朋友們，注意了，你從小深信不疑的人類起源故事可能全是錯的。咱们不是来自非洲一個超級搖籃，而是全球多點開花的混血寶寶。2025年中國剛發表的重磅研究，直接把人類演化的時間線撕了重寫，看完你絕對會頭皮發麻。先問大家一個扎心的問題，你是不是一直覺得咱們的祖先30萬年前在非洲誕生，10多萬年前浩浩蕩蕩走出非洲，把其他古人類全幹趴下，然後才有了今天的我們？我以前也深信不疑，直到看到中科院2025年9月發表在科學雜誌上的研究，直接驚掉下巴。他們把湖北雲縣1990年出土的一塊頭骨用高精度 CT 重新拼接後，發現這玩意兒根本不是之前認為的直立人，而是和神秘的丹尼索瓦人同屬一個龍人支系，距今足足100萬年。更顛覆的是，這說明智人、尼安德特人和龍人早在100萬年前就已經分道揚鑣了，比我們之前想的早了好幾倍。可能有人會說，一塊中國化石而已，能撼動走出非洲這個鐵律嗎？別急，咱們再看全球的新證據，湊在一起簡直是連環暴擊。先回顧下老規矩，走出非洲理論說，現代智人30萬年前起源於非洲，10至20萬年前分批出走，一路征服歐亞大陸。支撐這個理論的曾經是非洲出土的大量早期智人化石，比如吉貝爾伊爾胡德奧莫遺址的化石被認為是最古老的智人遺存。但現在這些鐵證正在被新發現推翻。第一個暴擊來自以色列。1966年在約旦河谷烏貝迪亞遺址挖出來的一塊椎骨，2022年被重新鑑定，結果嚇傻學界。這是150萬年前一個6至12歲小孩的化石，要是這孩子能長大，身高能超過180厘米。要知道，之前公認的人類走出非洲最早證據是格魯吉亞德馬尼西180萬年前的直立人化石，而這個烏貝迪亞的孩子不僅年代更晚一點，150萬年，體型還比同時期的直立人高大太多，說明當時非洲之外至少有2種不同的古人類在遊蕩。更詭異的是，德馬尼西遺址只有簡單的石片工具，而烏貝迪亞遺址居然出土了更先進的阿舍利首府年代更早的化石，反而帶着更高級的工具。這用單一遷徙路線根本說不通，只能是不同人群帶着不同技術，在不同時間闖到了同一個地方。你以為這就完了？歐洲那邊的老古董也來添亂了。希臘的彼得拉洛納頭骨自從1959年被發現就吵了60多年，核心問題就一個，它到底有多老？之前有人說16至24萬年符合走出非洲理論，但2025年法國科學家用最新的游戲測年技術直接測了頭骨上的方解石，得出一個精準結論，至少28.6萬年。這個年齡說明歐洲在中更新世晚期存在着不是尼安德特人的古老人群，他們和非洲的古人類可能是親戚，但絕對不是跟着智人移民潮來的。更關鍵的是，這個頭骨和西班牙、非洲的海德堡人頭骨長得很像，這說明當時全球的古人類雖然分散在各地，但還在保持着基因交流，根本不是孤立進化的。說到基因，這才是最致命的證據。2025年8月 PubMed 上發表的一項研究，分析了30780個混合血統的基因組，發現了一個顛覆認知的事實：尼安德特人的 DNA 在我們體內根本不是被自然淘汰的，反而在精子生成、先天免疫這些關鍵功能區保留了下來。而且更有意思的是，東亞人和美洲原住民體內的尼安德特人 DNA 比歐洲人還多。這說明什麼？說明智人走出非洲後，不是簡單的取代其他古人類，而是和他們瘋狂通婚，把他們的基因融入了自己的血脈裡。咱們現在每個人可能都是幾萬年前不同古人類雜交的後代，是不是突然覺得自己的基因庫特別豐富呢？那麼問題來了，既然智人和尼安德特人能通婚，那中國發現的龍人會不會也和我們的祖先有過基因交流？2024年還有一項關於大洋洲基因組的研究，發現太平洋島上的人群體內有大量丹尼索瓦人的基因，而龍人又和丹尼索瓦人同屬一個支系。
這背後是不是藏着更複雜的跨國聯姻故事呢？評論區可以聊聊你的猜想。現在越來越多的證據指向一個新結論：人類演化根本不是一棵單根獨苗的家族樹，而是一張彼此纏繞、反覆交匯的超級網絡。2023年《自然》雜誌的研究就提出，智人可能起源於非洲2個長期隔離又偶爾雜交的人群，不是一個單一族群。而中國雲線人頭骨的發現，更是把這個網絡擴展到了亞洲。100萬年前，亞洲就有了和我們親緣關係很近的龍人支系，他們和非洲的古人類平行演化，還可能通過基因交流互相影響。這時候肯定有人要抬槓，那多地區起源假說是不是就對了？這個假說早就存在，說直立人100多萬年前就走出非洲，在歐亞各地獨立演化成現代人，同時保持基因交流。之前主流學界不認可，但現在新證據越來越支持這個思路。比如在亞洲，智人到來後，石器工具的傳統是連續的，沒有出現突然的斷層，這說明當地的古人類沒有被徹底取代，而是融入了智人的群體裡。就像烏貝迪亞的化石和工具，根本不是一次遷徙能解釋的，只能是多次遷徙、多個人群反覆接觸的結果。可能有人會問，糾結這些100萬年前的事兒有啥用？不如關注當下。我跟你說，這太有用了。如果我們只盯着10多萬年前的智人，就像只看一本書的最後一章，根本看不懂完整的故事。你知道嗎？直立行走這個我們習以為常的動作，其實是人類演化的神來之筆。100萬年前，我們的祖先站起來走路，雙手被解放，才能制造工具；骨盆和脊柱重塑，才能支撐更大的大腦；視野變高，才能遠距離發現獵物和危險。這些變化不是在非洲一個地方完成的，可能是全球多個人群在不同環境下共同探索出來的生存策略。而且搞清楚人類起源，能幫我們理解很多現在的問題。比如為什麼東亞人對某些疾病的抵抗力和歐洲人不一樣？可能就是因為我們體內尼安德特人或龍人的基因片段在起作用。2025年，那項尼安德特人 DNA 的研究就發現，他們的基因和我們的 innate immunity 先天免疫相關，這可能是祖先留給我們的生存密碼。現在拋出終極問題，你更願意相信哪種說法？是傳統的非洲單一起源，還是新證據支持的全球網絡演化？你覺得中國發現的龍人會不會是我們的遠房親戚？評論區大膽說出你的看法，按讚最高的觀點，我下次專門做一期視頻深入解讀。最後再總結一下2024至2025年的這些新發現，不管是中國的雲線人頭骨、以色列的兒童椎骨，還是歐洲的彼得拉洛納頭骨，都在告訴我們，人類的演化故事比我們想象的複雜10000倍。我們不是單一族群的後代，而是全球古人類不斷混合、不斷交流的集大成者。這種多樣性正是我們人類能在地球上立足的關鍵。訂閱關注我，下期帶大家揭秘龍人和丹尼索瓦人的神秘關係，看看我們體內到底藏着多少古人類的隱藏基因。朋友們，最近我發現了一個非常好用的 APP， 就是一款叫 Himalaya 有聲書 APP， 非常好用，特別適合喜歡聽書的朋友們。它的華語內容十分豐富，天文地理、歷史名著什麼都有，而且都是正版授權。無論在通勤、走路、運動的時候，還是睡覺前，都可以聽一聽，特別 OK。為了感謝朋友們對我頻道的支持，特別向 Himalaya 官方申請了14天 VIP 免費試用，一般用戶只有7天。現在立刻馬上，你只要點擊下方資訊欄的專屬鏈接，就能領取使用名額。你先用14天，如果覺得不合適，卸掉就是不會扣費。如果你覺得還不錯，你就充值繼續用。